作为一个男人，玩不了3个花鼓弹，就算不了一世英雄汉。这话听着像哪个土匪头子的豪言壮语，可他偏偏出自一位曾经主政一方、位高权重的市委书记之口。白天他是雷厉风行，人称能力的救火队长；晚上他则是荒淫无度、深陷温柔乡的土皇帝。他凭借一己之力，在湖南官场开启了疯狂的4光模式：土地卖光，项目上光，财政花光，最后连身边的女人也要玩光。在他的逻辑里，权力的极致就是占有，不仅要占有国家的财富，更要霸占下属的忠诚，甚至连身边的保姆都要编入后宫。短短几年，他将衡阳的负债率折腾到惊人的 146%， 老师工资被拖欠，他却在公款豢养的豪宅套房里夜夜笙歌。谁能想到，这位不可一世的霸蛮书记，最后竟在高铁站上演了眼镜被打飞、疯狂袭警的全武行丑剧？这究竟是权力的迷药太烈，还是他骨子里的贪婪与好色早已无药可救？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原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李义龙的那些荒唐事。要说李义龙的落马，那场面可真是堪比警匪大片，给他在官场纵横18年的腐败生涯画上了一个极其狼狈的句号。2016年4月1日正值愚人节，但对于李义龙来说，这可不是一个玩笑。下午2点30分，长沙高铁南站人头攒动，一辆从衡阳开往长沙的高铁缓缓进站。此时的李义龙刚刚卸任衡阳市委书记1个月，正准备去省里担任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新职。他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西装，戴着那副标志性的金丝边眼镜，拎着公文包，步履生风，那派头依旧是说一不二的一把手。可他万万没想到，在出站口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红地毯，而是10几个精干的便衣大汉。当办案人员亮出证件的一刹那，这位外号霸蛮书记的李义龙彻底破防了。他没有像一般贪官那样瘫软在地，反而像头发了疯的困兽，挥舞着拳头疯狂反抗，嘴里还不停地嘶吼：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敢动我！混乱中，他的金丝眼镜被直接打飞，脸上也挂了彩，最终被几名办案人员死死按住，极其狼狈地塞进了车里。那副曾代表他儒将风范的眼镜掉在地上，被往来的脚步踩得粉碎，就像他那崩塌的权欲帝国一样，再也回不去了。那么这个让衡阳百姓咬牙切齿的4光书记究竟是怎么一步步爬上高位，又如何在权力的巅峰彻底迷失自我的呢？李义龙1956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他的起点其实并不高。19岁那年，他响应号召去望城县当了知青，在农村度过了3年艰苦的时光。这段经历虽然磨练了他的意志，但也让他看透了权力的重要性。1980年，他考入了长沙商业学校的一个中专班学习财会。在那个年代，中专学历虽然也算知识分子，但野心勃勃的李义龙深知这块招牌不够响亮。进入长沙市商业局工作后，他展现出了惊人的精明和钻营能力，一边混迹职场，一边硬是花了5年时间通过函授拿到了中南财经大学的本科文凭。这块经过学历美容的金字招牌成了他仕途起飞的助推器。从1998年开始，42岁的李义龙正式开启了主政一方的历程。从长沙市芙蓉区代区长起步，他展现出了所谓的能力本色。他在芙蓉区大搞棚户区改造，手段极其强硬，愣是把这里打造成了湖南第1强区。调任浏阳后，他又创造了所谓的浏阳速度，7个半月就建成了体育中心，投资近10个亿修建交通网络，招商引资动辄几百亿，硬生生把浏阳的经济排名推到了全省前3。这些闪亮的政绩掩盖了他骨子里的狂妄，也让他得到了省里领导的青睐，被视为搞建设的一把好手。但他那种霸蛮的作风也出现端倪。在浏阳当书记时，他就曾虚开发票套取了127万公款，这胃口在当时就已经不小了。2006年，李义龙调任怀化，也就是在这里，他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本色开始暴露无遗。当时怀化的市委书记是背景深厚的张文雄，可身为市长的李义龙根本没把一把手放在眼里。他在会上公然叫板，在底下处处架空，把整个怀化官场搞得乌烟瘴气。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场权力斗争最后竟然是李义龙胜出，张文雄被迫调走，李义龙顺利上位接任书记。主政怀化后，他提出了3年大变样的口号，掀起了一场投资近200亿的城建狂潮。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把手中的权力当成变现工具，
通过大搞项目为家人和亲信谋利。比如他曾违规安排政府出资，一口气买了10家私人污水处理厂，从中额外支付补偿款近3000万，自己则在背后疯狂收割美金和好处费。2013年3月，震惊全国的衡阳贿选案爆发，衡阳政坛几乎塌陷。57岁的李义龙临危受命，空降衡阳接替落马的童明谦，被媒体赋予了救火队长的美誉。省委当时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能凭那股狠劲整顿吏治。可谁能想到，这位救火队长带来的不是灭火的甘露，而是助燃欲望的汽油。他利用贿选案后干部大换血的机会，迅速排除异己，将衡阳变成了他的一言堂。他曾公然对组织部的官员叫嚣，要是符合组织程序，还要你组织部干什么？这种极端独裁的作风，让当时的衡阳成了他个人的土皇帝领地，也开启了他臭名昭著的四光模式。他在衡阳疯狂推行土地卖光、财政花光、项目上光，而网友们最感兴趣的恐怕还是他那最后的一光——女人玩光。李义龙对女色的渴求已经到了近乎病态和病态的程度。他在忏悔书中自比英雄，认为玩弄女性是成功的标配。据调查，他在衡阳期间长期在某豪华酒店占用套房，将其作为自己的私人后宫。与他有不正当关系的女性名单长得惊人，既有下属干部，也有私营企业主，甚至连比自己女儿年龄还要小的年轻女性，他也照样伸出魔爪。为了牢牢掌控这些女性，李义龙还自创了一套极具讽刺意味的控女秘籍。对于那些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年轻女性，他像对待恋人一样给予关怀，送名牌包、送苹果手机，制造一种浪漫的假象，利用对方的虚荣心将其俘获。对于那些看重感情的，他就用花言巧语进行哄骗，许下各种空头承诺。而对于那些在官场上有野心想进步的女干部，李义龙的手段就更加直接且粗暴了。只要顺从他，他就能利用手中的升迁大权，力排众议，将其提拔重用。对于女商人们，他则以项目承揽和生意照顾作为筹码进行交换。在他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他权欲生活中的点缀，是他作为英雄汉的战利品。最离谱的要数他家那个保姆胡新红，这个只有初中学历，原本只是负责照顾起居的农村妇女，在李义龙的宠溺下，竟然成了衡阳的地下组织部长。胡新红拿着市委颁发的公款工资，却因为在李义龙耳边吹得一手好枕边风，成了无数商人、官员争相巴结的对象。有人为了给表弟调动工作，拿着大包小包的礼金找上胡新红。胡新红收了20万后，在李义龙面前随口提了几句，这原本程序繁琐的事情竟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办成了。甚至在李义龙落马当天，还有官员上门送礼。那天，耒阳市市长刘格生为了送别李义龙，上门送了5万元现金。当时李义龙不在家，胡新红代为收下后，居然胆大包天的先从中抽走了2万元，只把剩下的3万元转交给李义龙。要说他们之间没有点特殊情况，你不信，我不信，这些送礼的也不信。两人之间那种超越雇佣关系的特殊秘密，早已是衡阳官场公开的笑谈。当然，他的生活可不只有这个保姆。李义龙不仅在女色上荒淫，生活上的奢靡更是到了帝王级的标准。他出差非头等舱不坐，坐高铁非商务座不去，甚至连他老婆杨澜出游也要享受同等待遇。他每次下乡视察，对当地宾馆准备的被褥极其嫌弃，必须让接待办专门派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提前赶到，换上他从家里带来的专用高档铺盖。他这种对细节的极端讲究，本质上是对特权的一种变态沉溺。他买8万多的肖邦手表，5万多的名牌眼镜，甚至连他自己买内衣内裤这种极其私密的开支，都要让司机通过虚开发票拿回市委办报销，真正做到了让老百姓为他的胯下之物买单。在衡阳主政的3年里，李义龙为了追求政绩和捞取好处，完全不顾衡阳的财政承受能力。他强行推动投资预计高达500亿的两岸新区建设，脑子一热就上马了一个投资28亿的云轨项目。结果呢，直到他落马，那个云轨项目还没通车，就成了一堆锈迹斑斑的烂尾铁架子，成了全城老百姓指着脊梁骨骂的笑柄。在他的疯狂折腾下，衡阳的负债率飙升到 146%， 政府库房被搬空，连基层老师的工资都拖欠了整整3个月。可就在老师们为生活发愁的时候，李义龙正躲在他的神秘别墅里，那是他在衡阳生态公园里私自圈地盖的，里面汉白玉栏杆环绕，全是名贵的红木家具，装修的奢华如宫殿。
说到底，李一龙在衡阳搞的那些劳民伤财的大项目，不过是他用来装点门面的遮羞布。在他那个权力的独立王国里，比起卖地捞钱，他更沉溺于那种掌握他人命运，甚至是占有他人妻女的快感。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想知道这位霸蛮书记在温柔乡里还有更多的荒唐事。李一龙在女色方面的贪婪完全是不加掩饰的，在官方的通报里，用词还算克制，说他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道德沦丧。但实际上，李一龙自己交代的情况要比这香艳也丑陋得多。他曾在忏悔书里叫嚣：“我看上的女人没有搞不到手的。”这话听着霸气，其实背后全是用权力和金钱堆出来的龌龊。据他自己供述，他在衡阳期间，除了长期在酒店豪华套房里豢养的2名常驻情妇外，至少还与6名女性保持着长期的不正当关系。这其中不仅有为了升官发财主动投怀送抱的女干部，还有想在项目上分一杯羹的女私营业主，甚至连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女性也被他编入了所谓的后宫。最让外界震惊，也最突破道德底线的是，李一龙亲口承认，他曾与3名年龄比自己女儿还要小的年轻女性发生过关系。这种行为在当地官场早已不是秘密，但他凭借一把手的淫威，硬是把这种丑事压了下去。为了能长期霸占这些女性，享受随叫随到的服务，他会利用自己一言堂的权利，力排众议，直接提拔，甚至跳过组织程序，这样就能随时发泄兽欲。不管在单位办公室还是地下车库，都成为了他的风流场地。在这种权力春药的催化下，原本严肃的行政办公场所竟然成了他肆意妄为的后花园。除了女色，李一龙还建立了一个极其稳固的家族腐败圈。他的妻子杨澜在外面俨然是以第一夫人自居，带着姐姐杨萍、姐夫张定一和舅妈王梅仙，组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的捞钱团伙。在这个团伙里，杨澜负责接业务，舅妈和姐姐负责出面谈价格，姐夫则负责具体的工程运作。有趣的是，这家人在利益面前也是各怀鬼胎。有一次，姐夫张定义收了别人30万办事费，结果转头瞒着大家，只给了老婆杨萍17万，杨萍又瞒着妹妹，最后只分给杨澜7万。这一家人雁过拔毛的本事，简直比那些贪官还要娴熟。而他们的女儿李璇也没闲着，顶着北京西城区的户口，打着老爹李一龙的名号，在外面大肆敛财，轻轻松松就入账200多万。李一龙对家人的纵容和对权力的滥用，在处理污水处理厂项目时达到了顶峰。当时有个浙江商人黄某不想继续经营污水处理厂了，想找政府高价接盘。李一龙在收了黄某200多万美金和人民币后，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公然违反审计程序，硬是安排政府出资收购了黄某旗下的10家污水处理厂，甚至还额外补偿了黄某近3000万的退出费。这笔钱实际上就是用全体衡阳人民的血汗钱换回了他自家的金山银山，甚至连他的司机宿囧也成了他贪腐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李一龙嫌配发的公车档次低，点名要做陆巡，宿囧便通过虚报项目款，用65万买了一辆陆巡供其私用，剩下的15万公款则被宿囧私吞了。李一龙甚至专门交代财务，只要是司机拿回来的发票，无论多少，统报统销，真正做到了公私不分，底线全无。在李一龙治下的衡阳，官员的升迁不再看政绩，而是看谁送的黄金多。他的下属李自成曾为了巴结他，一次性送上了1500克黄金，而李一龙则豪气地回赠了一对价值50万港币的劳力士手表。还有个县委书记黄泽春，为了跑官要官，甚至挪用公款买了2000克黄金送给李一龙，事后还美其名曰是代表单位履行公务。这种把黄金当敲门砖的风气，让衡阳的官场生态彻底崩塌。李一龙在各种场合表现得极为霸蛮，只要下属稍微表现出迟疑，他就会拍桌子怒吼，要是符合程序，还要你干什么？这种独断专行不仅是为了享受权力的快感，更是为了方便他那一套土地卖光、项目卖光、财政花光的疯狂敛财计划。然而在这种极度的嚣张背后，其实隐藏着深不见底的空虚和不安。为了求心理安慰，李一龙在衡阳生态公园里给自己修了一座奢华无比的神秘别墅。这座别墅依山傍水，平日里大门紧锁，只有他带着情妇们去享乐时才会灯火通明。老百姓路过这里都以为是哪个重点保护文物，谁能想到这里竟是这位救火队长的淫乐窝。通过这些细节，大家也能看出来，这个所谓的能力，剥开那层画皮，那里全是对权力的变态迷恋，
和对金钱女色的无底线索取。那么，这位看似铁板一块的土皇帝，最终又是被谁举报落马的？他在被抓捕后，又是如何百般抵赖，妄图对抗审查的？而他那个庞大的亲友团和情妇团，最终又落得个什么结局？在李一龙的逻辑里，权力如果不能转化为美色和金钱，那就是一张废纸。咱们前面提到了他那臭名昭著的控女秘籍，这可不是江湖传闻，而是他在官场横行多年的实战总结。据知情人士透露，他在衡阳主政期间，甚至把原本严肃的市委办公大楼当成了他的选妃场。白天他是主席台上正襟危坐大谈廉洁奉公的一把手，到了晚上他就变身为穿梭于高档酒店套房的色中恶鬼。他长期占用的那间豪华套房，除了用来和商人们进行权钱交易，更多时候是用来满足他那病态的占有欲。他甚至利用女干部想升迁、女商人想拿项目的心理，大搞潜规则。在他的英雄观里，玩弄的女性越多，地位越悬殊，越能彰显他所谓成功男人的地位。他曾大言不惭地在忏悔书中写道：男人没玩过花鼓弹就不算真英雄。这种极其扭曲的价值观让他彻底沦为了欲望的奴隶。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李一龙恐怕万万没想到，他最终的崩塌竟然源于他最信任的曾经同甘共苦的下属。这就叫狗咬狗，一嘴毛。2016年初，湖南省纪委在查办怀化市原副市长李自成案时，意外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这个李自成曾长期在李一龙手下干活，分管的就是李一龙最看重的城建领域。李自成被抓后，为了立功赎罪，竹筒倒豆子一般把李一龙给供了出来。他交代说自己曾为了巴结这位老上级，一次性送上了1500克黄金，而李一龙则回赠了他一对价值50万港币的劳力士手表。这还没完，李自成还顺带揭发了怀化市政协原副主席黄泽春。这个黄泽春更离谱，他为了跑官，竟然安排人用45万公款买了2000克黄金送给李一龙。在法庭上，黄泽春居然还厚颜无耻地辩解说，这送礼是代表单位履行公务，是为了给县里争取投资。这种荒诞的借口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也足以看出李一龙当政时期当地官场生态被毒化到了什么程度。随着李自成和黄泽春的交代，李一龙那些隐藏在能力面具下的罪恶再也藏不住了。特别是他在怀化期间，为了帮浙江商人黄某套现，强行动用公款收购10家私人污水处理厂的事。在这个项目里，李一龙不仅收了黄某200多万美金和人民币，还让他的妻子杨兰也参与分赃。他们这种家族式腐败，不仅涉及工程承揽，还涉及巨额财产的跨国转移。他的妻子杨兰不仅帮着藏匿了3000多万的赃款，甚至还想利用女婿的韩国身份，把这些民脂民膏转到海外去。这种丧心病狂的贪婪彻底激怒了办案人员。2016年4月1日，当李一龙还在幻想着去省里继续风光时，便衣大汉在高铁站的果断收网，彻底终结了他的迷梦。那场极其狼狈的暴力反抗，不仅没能救他，反而成了他最后一块遮羞布被扯下的见证。2018年1月15日，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一龙案作出了公开宣判。经过法庭审理查明，李一龙在长达18年的仕途生涯中，受贿金额高达926万余元，贪污142万余元，还有近5000万元的财产完全说不清来源。更可恶的是，他的滥用职权罪，一次违规收购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近3000万的巨大损失。最终，李一龙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贪了18年，判了18年，这真的是命运最辛辣的讽刺。随着他的入狱，他那个由妻子、女儿、亲戚、司机甚至保姆组成的贪腐朋友圈也被一锅端，分别获刑。曾经权倾一时的土皇帝，最后只剩下一张冷冰冰的判决书和老百姓的唾骂声。老话讲，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李一龙在官场横行了18年，最后被判了18年，这数字真是巧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在权力的迷宫里，如果守不住底线，最终只会越陷越深，直到彻底毁灭。好了，李一龙那荒唐事到这里就全部扒完了。我是微笑，如果您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互动讨论。感谢你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